然后又转回身来，朝着一群少年骂道：“要等就安静的等，吵什么？安静不了就都出去，在这儿添什么乱？”说完掸了掸袖子就要回房，又忽然想起这几个似乎已经吵闹了不止一次，干脆将他们都撵了出去。一墙之隔的房框中，魏无羡紧攥着腹侧的被褥，僵直了身眶，紫疼的叫不出来，半张脸埋在蓝忘机怀中，极为艰难地熬过十几息后，在蓝忘机怀中陡然脱了力，片刻之后，便听到细细的啼哭传来。房内一直显得有些紧张凝重的气氛，因着这一声啼哭和医师报平安的声音，顿时变得轻旷松起来。魏无羡头脑昏沉地躺在榻上，闻声勉强扯起嘴角笑了一下，虚弱地唤了声蓝湛。蓝忘机给他拭去脸上的冷汗，俯身吻了他一下，打断他的话：“魏婴，先休息，睡醒再说。”那嗓音温柔至极，夹杂着满心的疼惜，又低低沉沉的好听极了。这声音向来能让他安心。魏无羡本就累极，被他这么一哄，心里一松，几乎是立马就陷入了沉睡。孩子被迅速的清理好，医师仔细检况查完身况体后，便抱在襁褓里抱给蓝忘机看：“恭喜二公子了，是个健康的小公子呢。”蓝忘机将魏无羡安顿好，听到声音转身看过来，就见一位医师抱着一个小小的襁褓，满脸笑意。他伸手接过医师手里的小布包，低下头去看那张红彤彤皱巴巴的小框脸蛋。小人还没有睁开眼睛，这会儿闭得紧紧的，只剩一条小肉框缝，抿着小框嘴巴，安安静静的睡着，完全看不出这小东西刚才还哭得震天响的样子。蓝忘机看得有些入神，又听旁边一位老医师笑道：“这孩子磨了这么久，倒真是选了个好时候，好天气。”蓝忘机抬头往窗外看去，姑苏已是连续多日的阴云蔽日，不见天光。此时屋外却长空澄碧，明澈如洗，看得旷人旷心都亮堂起来。果真是个云开见日，西景绚丽的好天气。魏无羡是在午后醒过来的，一睁开眼就下意识地寻找那个熟悉的白衣身影。蓝忘机刚从隔间抱了孩子过来，魏无羡才唤了他一声，就被他怀里的一团带走了注意力。见到魏无羡睁着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手里的小包看，蓝忘机加快脚步走到床边，将那小小的一团放到魏无羡身侧，轻轻拉开裹得严实的襁褓路，框出孩子的小框脸给他看。魏无羡抬起手碰了碰那张红彤彤的小框脸蛋，又担心给人弄醒了要哭，便收回手，就只是这么看着。蓝湛是男孩，知道他要问什么。蓝忘机答道：“原来真的是个小蓝公子啊。”魏无羡笑了笑，忍不住又轻轻摸了摸从襁褓里钻出来的小拳头，看了又看，才说道：“蓝湛，你说我们叫他什么好呢？我之前想了那么多名字，可思来想去，又总觉得不够好。魏，从心，魏生。”蓝忘机握住他放在襁褓上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魏，蓝魏。”魏无羡将这两个字低低念了几遍，突然笑起来，看着安睡的小人儿，轻声道：“安也，居也，是我心安。就叫蓝魏，魏儿。魏儿。”蓝忘机专注地看着床框上的这一大一小，随声低低应和：“10年生死两茫茫，知否？愿否？愿否？恨否？知悉？愿悉？不愿？不恨。足未平生。”